大家好，我是毛毛，今天分享淡奶油7分。淡奶油被打发过度就会变成黄油，也就是说，淡奶油已经含有油和牛奶了，用它来做7分，不用单独称牛奶油，不要太合适哦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操作吧。干货满满的一期视频，先来处理一下模具，可以用7分模具，我用的小棒带糕模具，涂抹黄油。铺上油纸，我们会用水浴烘烤，这样方便烤完脱模。这块蛋糕也非常适合消耗平时做蛋糕、做西餐的时候多余下来的淡奶油。记得开始做的时候，提前预热烤箱到150度，烤箱预热的温度请设置到比烘烤温度高10度左右。下面开始操作。180克的淡奶油，要先用微波炉或者水浴加热到40度左右。没有温度计，那就首要感觉到是热的。筛入85克的低筋面粉，10克的玉米淀粉。玉米淀粉没有筋度，加入是为了增加蛋糕的细腻感。搅拌到没有干粉。搅拌的时候，我们来说一下淡奶油加热的原因。一般做蛋糕的时候，蛋黄的乳化直接影响到蛋糕面糊的稳定性与成品的口感。而乳化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完成，加热后的淡奶油可以更好的和蛋黄乳化完全。接下来我们分离蛋黄与蛋白，蛋黄加入到奶油面糊中，蛋白可以冷冻一会儿再打发，更加的稳定。先将蛋黄糊抽拌到细腻顺滑的状态。这块蛋糕蛋黄糊是偏稀的，滴下去痕迹基本是不会停留的状态，那蛋黄糊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快手？直接淡奶油面粉搅拌，再加蛋黄就搞定了。下面开始打发蛋白，先用打蛋器的最高速将蛋白打发到大气泡。如果你不确定怎么派别，基本上用高速打45秒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一次性加入55克白砂糖，糖量不大的时候打发蛋白，糖可以一次性加进去。然后调回中速，将蛋白打发到大歪钩的状态。打发蛋白的时候，打蛋头的运动轨迹一定要有规律，不要胡乱的画圈，这样裹进去的空气均匀，空气均匀了，蛋糕组织就细腻了。派别打发到位，可以看打蛋器划过表面蛋白的堆积纹路，很明显的堆积感就差不多了。最后蛋白的状态是这种大歪钩的状态。下面将蛋黄糊与蛋白糊混合均匀，先取一部分的蛋白到蛋黄糊中，目的是将蛋黄糊密度降低一些，变得轻飘飘一点，便于与蛋白糊混合。你想象一下，密度太大的蛋黄糊，如果一下子就全部加入蓬松的蛋白中，必然会对蛋白中的空气造成挤压，也就是所谓的物理消泡。大致混合均匀之后，倒入到余下的蛋白中，开始翻拌，2点钟的方向进去，8点钟的方向出来。当然，您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只要混合均匀，面糊没有消泡就可以了。注意之前的细节，这时候就算在里面画圈搅拌，其实也不会消泡的。我之前的蛋糕卷视频有演示过的。最后的面糊非常的细腻顺滑。如果你看到表面出现小小的气泡在不断的往上冒破裂，那就说明你的面糊已经是消泡了，面糊会是那种比较稀的状态，这样的话就不要浪费时间去烤了，烤出来是一块薄饼，没有蛋糕气孔组织的。下面入模，表面刮平整。蛋糕的水浴烘烤法不一定要将模具浸在水中烤，放个架子在上面，省去了包锡纸的那一步，也可以确保水不会漏进去。水大概1公分高左右就可以。140度烤30分钟后转150度烤30分钟，到蛋糕表面上色就可以出炉了。您也可以全程150度或者甚至160度烘烤，这样烘烤时间会缩短，表面也会开裂，但是口感依然非常好吃的。烤完的蛋糕稍稍放凉，
借助两端的油脂拎出模具，撕去油脂，放凉冷藏再享用，就可以吃到芝士蛋糕的口感。淡奶油7分，用2个字来形容它的与众不同，那就是细腻，非常非常的细腻绵软，制作也很快手。最后在视频结束前再强调一下要点，淡奶油通常都是冷藏保存，做这款蛋糕要温热的状态，蛋黄糊要搅拌到顺滑，蛋白打发状态记得不要打太发，还有就是最后烘烤的温度要控制好。一起来看看它的组织吧，视觉上都可以感受到的绵密与柔软。那我是毛毛，希望您喜欢我的视频，更多干货烘焙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更新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